大家好，我是罗杰教练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2021年最新威力导演19版的实用剪辑功能之影片片段速度调整与画面定格效果。有时候为了让影片看起来更有节奏感，对于片段的速度调节是很重要的。让我们来看一小段影片。两个一模一样的片段，经过设定与调整，有没有发现淡黄的弹跳感一整个表现出来了？像这样子的表现方式要如何设定呢？我这边有准备一个素材，我先把它拉到轨道里面来。轨道里面呢，这个原本里面的声音我是不要的，所以跟之前一样，按右键取消连接视讯与音讯，把音讯的部分单独点选起来，然后呢按右键移除。那现在我就留下单纯的影片片段。接下来我们来找一下我们需要的片段，拖移这个拉杆，然后看一下，大概快到了。用这一个影格一个影格慢慢往前进，找到我要的点。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往后退。好，大概这个位置，点一下片段，然后呢，把它做分割的动作。现在 A 片段、B 片段分开拉。那前面这一段是我不要的，把它按右键，按移除。这边呢，直接移除并填满空隙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往后看。一样，慢慢的一格一格一格。好，大概在这里，一样，把它做分割的动作。然后呢，后面这个片段我们一样按右键按移除。再来呢，我们把时间轴拉大，拉大时间轴才可以做更细微的调整。那影片片段的快跟慢，它的速度调节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呢，是我比较喜欢使用的，先把我要变快或变慢的片段给挑选出来，也就是把它分割出来的意思。假设说，第一颗弹网下去，好，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，往后面到最后一颗落下的一瞬间，到这里。所以前面的不要动，后面的不要动。我想要变速的只有中间这一段，所以我就点选中间这一段。然后呢，点选工具按钮，这边有个工具按钮，它是一个下拉式选单，把它点开。它里面有一个视讯速度，点击它。好，那它现在就会出现另外一个小视窗哦。这个小视窗最主要是要设定哪里呢？设定加速器这里。加速器，如果说你这个片段是要快转的，那你的倍率呢，可以比1还要大。假设说这边调整的2倍，2倍，2倍哦。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它会变怎样？有没有看到？非常快速的弹役就到完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快转2倍。可是呢，要慢速呢，慢速就是假设说0.5倍，0.5倍。好，一样看一下它的效果，0.5倍。
这样就有那个蛋黄慢慢掉下去的效果。那如果要更慢呢？那倍率就调更小咯。假设说调 0.3 倍，我这边输入完之后，我会先点选其他地方，让我刚刚做的动作确实的有让电脑接收到，或者是你也可以这样做。假设说我调成 0.4 倍好了，其实按 Enter 键盘 Enter 它一样可以确认。有些时候我会习惯按别的地方，它就会接收到你要调整的讯息。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0.3 倍是怎样呢？就跟我刚刚示范的那个影片是很像的，蛋黄的弹跳感都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按确定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按完确定之后，这一个片段原本才几秒而已，现在变几秒。我们再把这个片段做一个比对，我把刚刚呢我们做好的这个速度给取消掉，我们一样把它恢复成1倍，恢复成1倍，恢复成1倍，好，按 Enter， 好，按确定，好，把这一个拉回来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要注意的咯。当你把影片片段的速度变慢的时候，它的影片片段的片长就会变长。相对的，如果你把影片片段速度变快了，那它的影片片段会变少。一样，我们在第3轨道，我们一样对中间这一段做设定，工具视讯速度，我们把它的倍率调成2倍，按确定。有没有发现，在第一段这里，它是最长的，它的影片总长度是最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间这一段我把它放慢速度了，所以呢，为了这个放慢速度，程式会把这个影片片段给拉长。中间这里，这是原本的影片长度，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调整，所以中间这个是原本的影片长度。来，再对比一下第三个轨道这里，中间这个影片片段，我把它怎样加速了嘛，加快了嘛。当你把影片片段加快了，相对的，它的影片片段的时间就会缩短。所以在修改影片片段速度的同时，也会影响到影片片段的长短。这一点是各位在使用这个功能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二种修改速度的方法呢，是不用切割片段的。我直接选取我要改变速度的这个片段，然后呢，一样点选工具视讯速度，选择第2个标签，在这里所选的范围这一个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点选这一个建立时间调整区段，上面这边有一个按钮，下面这边有一个按钮，两个都是一样的。那我点选上面这一个。接下来呢，会发现这里多了一个黄色的框框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还有倍率现在是1倍，也就是它速度没有被调整到1倍的倍率。再来呢，我要选择黄色框框的开头。当你滑鼠滑到这个开头的时候，它会变成左右箭头，按住，可以拖动它，按住拖动它，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慢慢选，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假设说我这个框框不要的话，我按这个垃圾桶把它移除掉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先拉这一个下面的这个拉杆，拉到假设说从这里开始假设说从这里开始要调整速度，那你的拉杆就定位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按这一个按钮建立时间调整区段，它会从这一个拉杆的位置开始往后建立一个区域，
好，开头的区域我们确定了，接下来就要确定结尾的区域。结尾的区域就是黄色框框后面的这一个地方，滑鼠滑进去以后，会变成左右的箭头，往后拉，拉到假设说最后一个蛋黄掉落的瞬间，也就是说我要调整速度的区段，就是现在被黄色框框包围的这个区段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调整这个加速器，跟刚刚一样啦，跟刚刚那个调整的方式几乎一样，1倍等于不调整嘛。假设说我要让它变慢，变成 0.3 倍，按 Enter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来按这一个方块，它会回到最开头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播放，慢慢的下去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们再仔细观察哦，这个框起来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变速的位置。我们变速的位置的左下角有一个 0.3 倍，也就是说这个区块里面的速度是 0.3 倍，也就是慢速的进行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它其实最主要的使用方式并非只调整单一区段啊，它其实是可以在同一个片段里面，在同时调整多个区段。假设说我想要在前面这里，从这里建立一个快速的区段，我要让这一边是加速的，那我的拉杆就定位在开头。一样建立一个时间调整区段，又多了一个框框，而且它现在写的是1倍，往后拉，黏住。这个区段呢，我想让它加速变成2倍，2倍，按 Enter，有没有看到这边同时改了2倍，然后这边这个区段是 0.3 倍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观察一次，加速慢。然后正常速度，有看出差别吗？加速慢，正常速度，就是说它可以在同一个影片片段里面调整多个速度区段。不过这个方法虽然方便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。什么缺点呢？我刚刚讲的第一种方式啊，我在外面这个轨道里面，我就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得出来，我调整速度的地方在哪里。有没有发现？可在这里我看不出来啊，我只知道说，在这边我只看到这边有一个记号，这记号什么意思？我对这一个片段有套用效果，可是它套用什么效果我不知道。而且我套用在哪里我不知道，我必须要点开它，它就会告诉我，这一个片段有调整速度，那调怎样呢？点进去我才知道嘛。点进去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前面这边是加速，中间有一段是慢速，减速。后面那一段是没有调整的，这个我们在外面是没办法一眼看出来的，所以这是这两种做法的一个差别。可是呢，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我们心中要的效果，这两个方法都可以，只是说它所呈现在外在所呈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影片剪辑的技巧呢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速度调整以外，还有另外一种技巧也是很常用到的，定格的技巧。那在威力导演定格要怎么做呢？在做定格之前，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专案资料夹设定有没有问题。首先点选上面的编辑偏好设定，然后呢找到这个档案，点选它，点选档案，上面这边两个路径，一个是汇入的资料夹，一个是汇出的资料夹。汇入的这个资料夹呢，基本上不太需要特别调整它啦，可是呢，汇出的资料夹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在
威力导演19的第1部影片就有讲到专案管理的重要性。汇出的资料夹，它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威力导演里面，如果说在里面做了一些素材，假设说拍摄下来的照片，或者是音乐的截取等等的，它有些时候会自动的跑进去这个预设的资料夹里面。如果它跑到这个预设资料夹里面，然后呢，你又不知道，又把这个专案带到其他电脑去制作的话，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，东西不见了。为了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呢，建议在做一些例如定格之类的效果之前，要先确定预设的汇出资料夹位置在哪里。假设像我这边，我要把它预览，把它调整到我的专案资料夹里面。假设说我这个资料夹是镜面巧克力的资料夹，那我们就按确定，它就会汇出到这一个你指定的资料夹里面。接下来按确定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到时候你就那一个专案资料夹直接呢复制到你的随身碟，带着走到哪里都可以做剪辑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讲定格的部分了哦。定格，首先我们要拉这个拉杆，时间拉杆，我要先确定我要定格的位置在哪里。假设说这单簧选空在这里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确定我选到的是这一个片段，再来按右键编辑视讯，里面有一个冻结画格，点完它之后让它跑一下。好，跑完之后呢，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，刚刚明明只有一个片段，现在呢被切开之后，中间就被插入了一张图片，分成1、2、3个片段了。这是它的功能。然后再来呢，你定格的长度要多长？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啦。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直接滑鼠在这一个图片的结尾往前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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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拉短，然后修剪，这是一个方法。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，一样选这一个片段，有没有一个时钟的符号，点它，把它设定成你想要的时间，按确定。你设定1秒，它就是1秒，然后后面的影片片段会跟着往前靠齐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定格有没有？然后再继续，这就是那个定格的效果啦。其实定格很简单。再来我们再确定一下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做一个资料夹设定？那我现在可不可以确定这个资料夹在哪里？可以啊，滑鼠滑到它上面，有没有看到它的详细资料跑出来了？有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刚刚设定到的专案资料夹里面。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